车了。赵局长，提前通车顺利不？陈市长，顺利顺利。多亏田国立同志啊，拼死相护。只要不出意外的话，47小时后就能抵达北平。同志们，大家辛苦喽！铁路修好了，通车了，我请大家吃面。这一次呢，我要特别表扬你们的赵局长，正是他的无私肯干、艰苦奋斗，才有了沪平线以最快的速度通车。陈市长表扬我，那我就要表扬万全同志，不辞辛劳，身先士卒。哎呀，那我就表扬全体工人同志们，团结就是力量。市长给大家带来凉面，大家吃面。好，面。走，吃面了。来，赵局长，这边，龙三同志。赵局长，我知道你是有大才的。你的大上海都市计划，我仔细的看过了，那个就是我想要建设的上海。昨天我也在报上看了欧立福的道歉信，同时也想到了大上海都市计划。陈市长，我真的已经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上海。我有信心，在不远的将来，在这座城市，无论是高速公路、铁路，还有机场，一定会建起来的。一个新上海，一个没有帝国主义的上海，是我们所期盼。这一次，虽然是短短的一则道歉，却是长长的一段历史啊！是，这次道歉激动人心，意义深远。他们都错喽！解放后的上海是人民做主，人民政府绝对不会允许他们在我们的土地上耍横，侮辱我们。对，中国人民站起来了，就像这一段铁路曾经断过，但以后它会永远畅通，没有人能阻挡我们前进的道路。我还从没有见过父亲钓这么大的鱼，看来是个好兆头啊！确实是。哎，毛泽东想在燕京大学密会斯图雷登，美国不允许，他就恼羞成怒了，让欧立福道歉，就是共党与美国决裂的开始。我们的鱼线也该多拉一拉了。我看是苏联这根线得拉一拉。苏联政府不是一直在向我们示好吗？毛泽东清楚得很啊，只要他的政府还没有成立，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，他就没有合法的地位。就算他的联合政府成立了，经济搞得一塌糊涂，迟早也会倒台。不过，他们收复人心确实很有一套。现在上海的老百姓高兴得很，不长记性，就让他们再哭一哭吧。我准备加大封锁和空袭力度。这次欧立福事件让美国有点措手不及，中共借此把它作为试金石，想看看美国和苏联的反应。这对我们是有利的呀。苏联和美国都不要放弃，而且要去联络东南亚那些反共的国家，我们组织一个反共同盟，这也很有必要。好的，我已经着手在安排了。景儿，还是把他们给放了吧。
打开。鼓瑟吹笙，难道这个潘丽人就是嘉宾？不排除这种可能，但也很有可能，这是一本电子密码模本。依我的判断，这个潘丽人应该还有个上峰，说不定就是这个嘉宾。有可能。最后一批书，总算是搬完了。你能够搬到这里来办公，最高兴的就是陈云同志啊。是啊，他天天跟我拨算盘，说我来回跑，办公成本高，大家跑去双清别墅，办公成本也太高。最终结论是我必须搬过来。他现在是全国的总管家，首先要把我们管起来嘛。本来啊，政协筹备会议准备的差不多了吧？差不多了，共同纲领的最后部分正在讨论之中。走，咱们先去听听代表们的意见。好，小孙啊，把我这几天要看的书摆好，可别搞乱了。好的，主席。好，你们抓紧收拾。放那边。哎呀，陈云同志，我跟您说件事儿啊，现在皖北的稻子不肯卖给华东了，怎么回事啊？你能不能讨论得很热烈。别给我们出出主意啊！哎，陈云同志，主席，我听了你的指示，书都搬进局乡书屋了，啊，那你那个中财委什么时候挂牌啊？主席，指示可不敢当，现在全国还没有解放，政协会议还没有召开，我们中财委就先挂牌，这合适吗？怎么不合适啊？现在各个新的解放区都等着你去筹划统筹呢，已经说好了，中财委就挂在中央军委的名下。尽快把牌子挂起来，我送你一挂鞭炮点上，红红火火，开张营业。好，主席，我马上回去准备。那我先去忙了。陈毅同志身体不好，中财委每一件事情都离不开他。原来啊，大西南是蒋介石精心布置赋予抵抗的地区。大西南的解放，关系到全国的解放啊。目前，第2野战军的345兵团和第1野战军的18兵团正在待命。根据朱德总司令和邓小平、刘伯承他们提供的战略分析来判断，解放大西南问题不大。最大的问题还是接管和建设。根据主席的指示，大西南之战必须和政治解决方式结合起来。正确的路线方针确定之后，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。没有足够的干部，
要解放西南，建设好西南，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工作，恐怕是困难重重啊。所以，小平同志必须跟二爷一起去西南。之前华中局、华北局、西北局和山东分局配调了3.8万名干部。但是现在各个新的解放区干部缺口很大。原来我们配给二爷的这些干部又临时补充到其他新区去了。目前二爷缺额干部多达1万多名。这个问题很紧迫啊！多听听小平同志的意见，要尽快拿出一个方案来。好。你这次去北平要待多久啊？说不好。这次北上啊，主要是商量备战大西南的事，估计长则1个月，短则1个星期。1个月，这么久啊？难怪张倩说陈老总要特意为你送行呢。之前新四军有句歇后语：“陈军长请客，小面1碗。”他呀，能够请1碗重庆小面就不错喽。送行是假，有事是真。我要去北平汇报，他就要先给我汇报上海的工作。他想变被动为主动，先下手为强。这上海啊，也是让陈老总操碎了心，够他焦头烂额的。哎，那是肯定的。所以我这趟去北平，还有1半是为上海。你等着看吧，陈老总的送行，不晓得要搞些什么名堂。就这些啊，没有其他的吗？跟你说过几次了，你都当耳边风。全家都在节衣缩食，就你开销最大。铁路工人你请客，烈士抚恤你掏钱。我错了，我错了，自不量力，还是得想个法子呀。真的是一穷二白了，想请邓政委吃个小面都请不起哦。你请他们去食堂喝粥还差不多。那不行，显得没有诚意。酒、辣椒、花生、花间2壶酒，辣椒7人席，怎么样？有诗意吧？你请他们6、7个人就吃这些，哪够呀？再说了，那2瓶酒还是你生日的时候邓政委送你的，不大合适吧？是的，是不合适啊，还是要请他办事的。没事儿，你莫慌，我想办法。明天白天还有时间，我肯定能想出法子来。今天还有萝卜丝饼。您怎么不吃啊？小季、小罗，你们2个帮我想个事情。我有一个朋友啊，想请他的朋友吃饭，但家里啥都没有，怎么办？怎么才能请一顿又便宜，又有意义，又不违反纪律的饭呢？便宜，有意义，还不能违反纪律。对，我的朋友就是这个要求。那您这朋友想请多少个人吃饭啊？算上我，算上他自己，3、4、5、6、7、8，8个人。 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多少预算？2瓶白酒，1袋子花生米，1罐海椒。哦，您这预算少了点吧？
所以才要请你们想办法。嗯，这预算不少了。您刚不是说8个人吗？啊，那每人带一个菜，这问题不就解决了？办法能行吗？这怎么不行？每个人带一个菜，每个人都有参与感，还能吃到不一样的味道。众人食材火焰高，说的不就这道理吗？要是再有月色相伴，花生、辣椒，还有美酒，这多有意思呀！这个办法好，很好。好，问题解决了。小陆，这个事情交给你去办。你通知曾山、潘汉年、赵祖康、夏衍、李世英5位领导，晚上7点钟，一人带一个菜，带着工作报告，准时到我家，不准迟到。好，有意义，便宜，还得不违反纪律。对头。好，邓政委，这个阵仗为你送行，算是有诚意吧？还有呢，我提供酒、花生，还有1罐海椒，剩下的每一位带1道菜来，而且带来的每一道菜都很有味道。邓政委，你慢慢品哦。上菜，上菜。好，那我先来了啊。我带来的菜啊，是我自己亲手腌制的。由于发酵的时间不同啊，会有黑白2色啊，就是哎，你不要说了，哎，你是江西人，1931年我们在江西，你就请我们吃过一道黑白2色的霉豆腐。邓政委，真是好记性啊！没错，这道菜啊，就是我们江西的霉豆腐啊。哎，别看闻着臭啊，吃起来很香的。邓政委，这粮食、棉花和煤炭正是我目前最忧心的了。单说这个燃煤吧，根据过去3年的数字，上海每个月的燃煤所需至少在12万7千至9万4千吨。可是我们目前的供应量还有这个运输能力啊，都在告急啊。除去基隆煤还有外国煤，上海主要依靠周边的开滦煤和华东煤，就跟粮食和棉花的问题一样，集中解决供应问题并不难。现在最难的就是运输承载力和降低运输成本的问题，是不是，赵局长？赵祖康局长，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运输承载量。现在啊，上海到北平的铁路已经正式通车，但是其耗时长，运费昂贵，国民党又实行海上封锁，急需要解决内河运输问题。对，因为遭到敌人破坏，解放后内河航运公司和船只啊，只剩了不到一半了。我粗略估算了一下，至少要3万多吨的内河运输量，才能解决目前的运输问题。你现在只有1万多吨的运输量，很需要门泊东吴万里船，是不是？古时候有个穷诗人，他把2个蛋壳放到那个清汤里，说这就是门泊东吴万里船。赵局长喜欢吃咸鸭蛋啊？哦，打开看看，打开看看，真是咸鸭蛋呐！邓政委，这是我的。尼玛，有点揽财，面临的问题很大，很困难。又是空袭，又是封锁，又是刺杀，这个金融问题也是一波接一波。银元战、粮棉战，都靠你统领公安队伍。不过，上次阅兵式上逮捕了欧立夫，让他公开道歉，确实使上海人民出了一口恶气呀。邓政委过奖了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你的工作是个全盘问题，所以你这道菜应该是重量级的，而且颜色鲜艳，对不对？
颜色很鲜明，对头。我猜一下，这个是南瓜蒸百合。您看。嘿，我说汉奸啊，你这带来的是粥啊，不是菜呀！你看看，哎，这就是粥，哪里是菜嘛？哎，汉年是江苏人，平时就爱喝甜粥，这个也算。要得，也算。来把酒倒上。来，倒酒。倒酒。倒上。好。哎，陈老总，啊，这个酒是你生日的时候我送给你的嘛？是啊，我自己都没舍得喝，为你送行拿出来了。你看，陈市长啊，从他抠门里头，我就真切地感受到了上海的艰难。哎，你这苦心安排的送行宴，我这心里呀，像这个月光一样明明白白。你放心，我这次北上啊，一定向毛主席和恩来同志详实汇报，不能白喝我送你的酒噻。是噻。来，好。邓政委，还有我最后一道菜。那这道菜分量有点重。李世英局长，穷苦农民出身，18岁就到上海参加地下党，被捕坐了5年的牢，坚强不屈，吃过苦中苦，跟敌特斗争经验丰富，现在战斗在第一线，几10万的盗匪游民都由你管。反正老百姓有事找警察总没错，而且咱们又是新政府的公安。你是河南人，也爱吃辣，办事啊风风火火。我猜这道菜，首先口味不轻啊。哎呀，还是邓政委火眼金睛的。来，现在上海有40万的失业工人，还有70%的民族工业没有复工，又有60万的游民要处理。这个蒋介石又在搞轰炸、搞封锁，所以我这道菜呀，口味有点浓烈呀。味道不止浓烈，而且不止一种味道，糖醋、辣椒、泡大蒜。哦，有的。打开看看嘛，打开看看嘛。对头，真是啊，真是。哎，上包子喽！哎，陈市长，邓政委，哎呀，我实在是惭愧啊，这2天啊不待在学校，没有特意准备，买了2屉小笼包，全当是韭菜吧。这个好啊，这个好。哎，不是这个好不好的问题，而是你来迟到了，要先罚1杯酒。没错，我先罚，我先罚。好，邓政委啊，哎，你的工作就不用汇报了，你和世英同志一样，都是付出多的部门。李世英局长要管60万的游民，你有40多所大专院校需要开支，而且上海现在整体的问题就是人多粮少，支出多收入少，就像我家里一样，入不敷出啊。你看陈市长，你家里的问题，张倩同志都可以解决。上海的问题啊，有这么好的队伍，肯定也能解决。一人难挑千斤担，众人能移万座山。我们一起共同喝1杯酒。好，有的。来一个，干一个，干杯！来，你送的6份大礼啊，都放里头喽。邓政委办事，我100个放心。等我从北平回来，可要好好的请我喝一顿啊！要得，我从现在就开始攒酒钱喽。邓政委，邓政委，你怎么来了？陈市长，你还有什么事情不放心了？宝贝，还有宝贝没有带。哎，什么宝贝啊？幻灯机和幻灯片。这是什么？我把上海的情况照片都做成了幻灯片。邓政委可以给毛主席、周副主席
放映着汇报工作。哎，好啊，这个形式好。汉年啊，亏你想得到。我去北平给主席放片子，你们就等好消息吧。交代。一路顺利。好，回来见。大家请坐吧。我叫陈云，就是这个样子。我这个人啊，身体是一直不太好，特别是最近1个月啊，要感冒2次。现在中央让我来管理各地的财经工作。我原来啊，好比是大楼前面摆小摊儿的，现在呢，等于当了大公司的老板。能不能完成好这个任务，以后要靠大家的努力了。希望大家多给我们支持，好不好？好。现在这里啊，就是我们正式的办公室了。我们原来呢，在东郊民巷办公，如今我们的队伍是越来越壮大了。现在搬进了王府，条件好了，房子也大了，我们需要更加努力的工作才行，要不然啊，连房租都交不起喽。这位同志别笑啊，说一说中财委吧。中财委是由中央财政经济部和华北财经委员会合并组成的。我是主任，薄一波同志是副主任。薄一波同志经验丰富，他很适合这个位子，大家欢迎。我先简单的说一下，我们为什么要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？因为我们在军事上的胜利，我们接收了很多东西，外国人要来做生意，交通就需要统一。因此，在财政经济上，就需要高度的集中，要把生产搞上去。很多事情是必须要统一的，而且很多事情是可以统一的。这就需要一个总的统帅机构。建立统一的财政机构啊，本来是需要等中央政府的成立，可是实际的状况呢，是不允许了。国家的经济需要我们中财委提前来筹划和布局，我们等不了了。我这么说，大家应该清楚也明白，我们的工作是有多么的重要了吧？我这个人呢，是个讲求实干的人，座右铭是不为上，不为书，只为实。别的呢，我也不多说了。工作上的事，之前我有2个原则：实地考察，实事求是。当然，我们现在是全国性的机构，我建议可以再加上一条，一定要有全局观。我认为我们中财委一定要有全局观。我们中财委的工作方针是依靠各部，相信大区。当然，我也建议中财委啊，不要事无巨细，什么事儿都去管，而应该去集中精力去抓那些事关全局的重要工作。而地方性的问题，也要根据各地不同的情况来处理。要解决全国性的问题，我们也需要听取各区财委他们的意见。所以，之后的每一周，我们都会召开一次中财委委务会议，共同来讨论全国性的重大财经问题，还有各区提出的
需要我们中财委来解决和协商的重要问题。大家明白吗？明白。你学会用英语介绍自己了吗？正想问你，英语介绍自己前会不会介绍一下自己的家庭情况？那倒不用，你只需要介绍你自己叫什么名字，来自于哪里，然后有什么业余爱好。那季老师，麻烦你检查一下我的作业。好，请坐。这么正式啊？ My name is 陆修远。I come from Shanghai. I like drawing. You like drawing？ 对。画画吗？是啊。从来都没有看你画过。你现在有机会可以看到了。这是你画的？你画的谁啊？你呀。我。 不像吗？我耳朵有这么大吗？这要真是你画的，其实你功底还可以。反正我觉得挺好看的。金天一同志，问你个问题，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男性？这跟你有关系吗？有关系。反正不是你这样的。 那你到底喜欢什么样？应该是像我父亲那样吧，有见识，有抱负，敢作敢为，一腔热血，为国为家。挺羡慕你的。我小的时候。 我父母就在战争中去世了。我有个弟弟，也走散了。这次回到上海，我总想着，要能找到他该有多好。你弟弟没有点消息吗？线索太少了。我就记得我们2个人是在钟楼底下走散的，那个时候还小。你知道吗？我特别希望以后再没有战争。 每个家庭都能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，那该有多好！你弟弟叫什么名字啊？陆诗琪。陆诗琪。我还不知道他现在还记不记得自己的名字。没有任何别的线索吗？送给我。本来就是给你的。那我收下了。 其实你也挺可爱的，也有抱负，也有一腔热血。谢谢你的肯定。我还有个爱好。你是舵手，你是舵手，掌握着航行的方向，掌握着航行的方向。哦，舵手这2个字，就是这么写的呀。哎，小先生，这词写的真好。要不然，这首歌你唱给我听吧。好呀，但是你要先唱一首歌给我听。我唱歌啊？我好像什么歌都不会唱。不会吧？你没有上过学，所以不识字。难道你的家里人也不会唱歌吗？不瞒你说，我从小就跟家里人走散了。
只记得还有一个哥哥，但是他叫什么名字，我也给忘了。你别难过了，我教你唱歌呀。好。小先生，你说如果我要是学会了识字，是不是也可以去当小先生？当然了，你现在是工人，好好识字，你可以当小先生，也可以当老板。老板？我才不想当老板，我还是觉得工人好。那你以后想做什么？我以后想当大先生，为上海教大学生。大先生，好，那以后你当大先生，我当你的大学生。好。你们说，这长江口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封锁？好，这产品运不出去，原材料运不进来，这都好多时间没开工了。我看呐，要等到全国都解放了，这长江口啊，估计就能通航了。哎，有道理。这也不知道啊。这全国啊，什么时候能解放？听说啊，要打大西南嘞，搿就是讲重庆也解放嘞。哎呀，打完重庆打广州，打完广州还要打台湾，干脆把蒋介石打到美国去，反正伊拉老婆也是讲英语嘛。哎，我现在就盼着什么时候这个物价呀能稳定一些，米跟面啊能便宜点。是啊，现在失业的工人太多了。是的呀，你看新开工的工厂也是3天打鱼2天晒网，一周啊也就能开工2、3天。哎，你说，解放大西南打重庆这个事情真干啊？哦，真的假不了，假的真不了。蒋介石都跑到台湾去了，全国解放那是迟早的事。大上海来的就是不一样啊，尽是些新鲜玩意儿。小平同志一直很细心，很到位啊。整个华东局的情况啊都在里边了。来吧。上海现在总的情况是煤粮两荒，我们现在还处在军管状态，全国的商品运输受到阻碍，物资不能及时的运到。你们看，这个就是上海粮店售罄后等待买米的上海市民。这个是上海贫民窟的生活状态，没米没煤，不仅没米没煤，还有开厂也难，工厂缺乏原料，无法开工。上海的经济历来是依靠帝国主义，不仅是原料供应，还是产品推销，粮食供给都是这样。这样一个畸形发展的城市，即便是帝国主义不封锁，也很难维持下去。还有学生的问题，现在学校很多，税收少，而且开支大，还有接收的旧政府人员，要养活一个等于养活4个多解放军呢。所以我们就大量的发行钞票，搞得通货膨胀，这个人民币贬值，黑市银元很猖狂。你看，这是上海人民在游行，反对银元投机活动。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照片都抬出来了。整个华东局抓的银元贩子不少，但是地下黑市还是很难进去，所以要稳定物价，稳定人民币，关键是物资问题。图文并茂，你这种汇报形式很特别啊。上海的问题我们也看清楚了，本来是想着上海解放了，能够支援全国，现在看来，已是很难实现的。物资问题有关系到全国解放的问题。小平同志提供的这些资料非常重要，我看
可以交给陈云同志的中财委做专项研究，时间紧迫，让他们尽快拿出一个解决方案来。小平啊，你直接去见见陈云，给他看看照片，面谈一次，跟他先聊一聊具体支援上海的办法。如果有必要，我们再召开一次正式的中央局会议。行。陈主任，在发愁吗？我来给你再添点儿。小平同志，你来了，我就不愁了嘛。走嘛，走嘛。你带来的江浙沪的材料，特别是上海的材料，我已经读过了。之前的这些事儿呢，我呢有所预料。工厂、公务员、教职员的工资，还有粮棉煤的运输，以及灾民的救济等等，真没想到情况会这么严重。现在看来，这些问题啊，让上海自己解决，这难度很大呀。这一路山河，迎着日出月落，你望着九州烽火，仿若当初的许诺。这一腔炙热，走过风雨如梭，你的足迹曾诉说，没放图的波澜壮阔。你是我所有执着，是天地最无畏的宽阔，你是岁月峥嵘的长河，永远有我追随着。你是我所有依托，是心底最眷恋的停泊，你是人间不变的星河，永远有我深爱着，永远有我深爱着，永远有我深爱着。